正当陷入长考之际，阿三悟想起在马德里入学指导教授的要求和鼓励：你的技巧和基础都足够，要有所精进的唯一方式就是多去旅行。西班牙留学时期可以说是阿三悟开始以旅行为方法，激励自己进行观察思考，寻索创作灵思的起始点。只不过当时留学生活只能采取短期的写生方式，但此时此刻，阿三悟觉得需要做一次长时间的旅行，才能有所蜕变。不管是到马德里还是纽约，这些地方都是文明地区，摆脱不了学院派的束缚。于是阿三悟想要找寻原始的概念。第一个想到的地方是大溪地，因为高更是到了大溪地之后，摆脱文明的束缚，而开创了新的艺术生命。但是原本就崇拜高更的阿三悟，生怕自己到了大溪地之后，画风会受到高更的影响而作罢。因为在非洲以前，我走的大部分都很文明的地方，因为我以前在欧洲住了将近3年，在纽约住5年，那其中我走的地方大部分都是很文明的，不管博物馆不管什么，都是接触的是很文明的地方。那个学院对很多朋友来说，像我很多学长包括同一个学校毕业的，在欧洲，在罗林顿、巴黎或者纽约，他们共同都有一种感触，就是说他们受到学院的这种包袱背着这种包袱你好像挣扎不下来。那么这种包袱是当然长时间训练下来的，那么也就是说，好像是就所谓一种艺术道统的藩篱把它绑住，所以他要突破这个藩篱实在是很不容易。因为特别我个人来说，我除了在学校学的是学院以外，又到欧洲去是学的是纯古典派的一种绘画的技巧，所以当然是绑得更紧。所以要脱开这种藩篱，实在是一个非常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种领悟既然要追寻原始的概念，那么就回到人类最初来的地方——非洲。而这里所指的非洲，并不是北非的文明繁华地区，而是远离都市的部落地区，甚至是人烟渺茫的沙漠地带。阿三悟回想自己的童年，决定返璞归真地回归大自然。在当时的资讯，非洲是一个生活条件落后的沙漠大陆，除了疟疾等传染病外，更有部落间的虐杀和战争。为了非洲之行，阿三悟辞去国立艺专专任副教授和师大的兼课，双亲无法接受。很多同事也劝阿三悟等退休后再做非洲行的打算。也许生活在精神富裕的现在，很难想象那时候的时空背景。当时的台湾没有专业艺廊，教职是所有美术人的基本工作，利用课后之余从事创作和展出，更遑论有专业画家以此谋生。但阿三悟已下定决心面对人生的重大转折，更是出售房产来筹措旅费和生活支出。孩子的母亲跟阿三悟同行，只好把正在读小一和幼稚园的一对儿女托给亲友照顾。小孩子对我来说是压力比较大，因为小孩子才这么小在小学1年级、2年级，一个1年级，2年级，那我必须要让小孩子那么小，告诉他们说，要不要去很远的地方，因为我的工作是画画，如果没有去很远的地方工作，没有特殊，那我就没有办法当好的画家这样的。他好像似懂非懂于是，在1979年的9月，阿三悟首次踏上非洲艺术冒险之路，而在前方等他的是未知与死亡的危险。带着问号的心情和事先备好的各种药品和资料，阿三悟出发前往非洲。第一站是南非的约翰尼斯堡。当时，台湾跟南非尚有邦交。阿三悟在香港机场转机时，还巧遇驻南非大使馆经济参事处服务的谢发达。巧合的是，谢发达在政大读书时参加学校的绘画社团彩虹社，而当时社团邀请刚从西班牙留学回来的阿三悟来教社员们画画。由于没有经过总教官评鉴批准，结果学校的总教官对于没有老师身份的阿三悟很有意见。谢发达为此还曾义正言辞地去跟校方抗议。阿三悟抵达约翰尼斯堡机场时，就只认识来接机的经济参事处处长江炳坤和同事林胜忠博士，后来也到杨锡坤大使官邸，跟他一起在灯下画家常谈绘画、
谈雕刻、谈非洲行的想法。而此后，阿三五的旅行人生，也就是在一个个老朋友和新朋友的扶持下，不断地向前迈进。阿三五离开南非后，接着转往马拉维的第一大城布兰代。当时使节团的团长是赵金庸大使，他更是介绍台湾农耕队的李运华队长给阿三五认识。阿三五赞叹在马拉维的农耕队和住在其非洲国家的农耕队都是外交官，因为他们在此面临了毒虫猛兽的威胁，默默地付出血汗，令人敬佩。也因为李队长的关系，阿三五到各地都受到热忱的接待。1980年，时任行政院长的孙运璇要访问南非跟马拉维，赵金庸大使就拜托阿三五，希望阿三五可以帮忙画一幅60号的班达总统肖像，作为拜会的见面礼。初到马拉维，让阿三五印象深刻的是，所有商店都要悬挂总统照片，群众聚会的衣服也都印有总统肖像。这一个国家的民族性颇温和，却是十分的贫穷。没想到有一次再度入境马拉维，阿三五因为签证问题卡在海关，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灵机一动，拿了当地报纸给海关看。报纸头条的报道内容是他画总统肖像的照片和消息。海关看了之后，就放行让阿三五通关。